大家好，这里是忙着加班无缘珠海航站的星辰。2024年11月的美国可谓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热土。11月10日，东王钦点汤姆·霍曼出任边境沙皇。这位狠人呐，曾倡导对非法移民实施骨肉分离法。与此同时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这两大叛将则被提前官宣出局。但与 1.0 时代的暴脾气不同， You're fired. Get out of here. 这次董王相当体面，还不忘补了句我非常喜欢且感激此前与他们的合作。另外，董王的过渡团队称已经准备好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将美国环保署总部迁出华盛顿，让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好家伙，搁这儿在巴黎进进出出，致敬德军烂着。再看败者组这边，哈里斯不哈哈了，即将平稳退休的拜登呢，则以30帧秒变60帧，走路稳了，说话硬了，嘴角比 AK 都难压。当然了，相比于大统领从老态龙钟的活化石换成酷爱整活的大富豪，更多人则是好奇董王 2.0 到底会如何铲除阉党，整肃朝纲，让阿美利卡重振迎朝，海晏和亲呢。都说这次是3权合一，川皇登基，但董王自个儿也没一肩挑着美利坚总统兼参众两院议长的重任。3权合一的是共和党，他们能听董王的指挥棒吗？转发加点赞，这就是 MAGA 听星辰说。He's doing a great job for the country. I support my presiden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大明王朝1566大家都看过吧？严党清流，嘉靖互相斗法。大美王朝2024更是青出于蓝，民主党里有克林顿家族、罗斯福家族、奥巴马门阀纵横交错，共和党内建制派、MAGA 派山头林立。此刻二进宫的川皇就好比是既清理了严党又压制清流的嘉靖，经常优势在挪的都知道攘外必先安内。董王能重登大宝，离不开3位大佬。先回顾下董王 1.0 时代。其实2017至2019年共和党也是总统参众两院占多数的3权合一，但效果非常没效果。2017年入驻白宫当天呢，董王签署首个行政令，要求冻结奥巴马医保，结果先是众议院受挫，好不容易以微弱多数通过，参议院却死活不批，各路共和党议员化身吕布轮流倒戈。董王这又是请议员共进午餐，又是放话不废除奥巴马医保，不准休假，但依旧是梁山泊的军师武用关键时刻，共和党元老约翰·麦凯恩站了出来。刚动完脑癌手术的他带病返回华盛顿投票，媒体纷纷打出标题：麦凯恩带病投票，奥巴马医保废了。好消息是，这老哥投出关键一票，支持参议院继续讨论是否废奥巴马医保。坏消息是，最终表决中他又投出了关键一票，反对废除。这次反水成功，让董王以49票对51票梦碎。对了这大爷还是2016年董王竞选总统候选人的对手。这俩一个是谴责董王抨击移民，一个回击当过俘虏的不是英雄，闹得不可开交。就在这老哥要跟特朗普斗一辈子的时候，2018年麦凯恩得了癌症死了死前明确表示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看到特朗普。另一个党内大佬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他倒是没反水，只不过董王呢要提高国债上限，参议院通不过；董王要国会拨款修边境墙，还是通不过。但人也有话说了，票都是议员投的，我有什么办法？2020年的大选后眼看董王拒绝认输，老麦率先拿出投名状，祝贺拜登当选。国会山事件后，老麦虽然否决了弹劾董王的议案，但公开认为特朗普必须负责，让董王恨得咬牙切齿发推怒喷：如果像麦康奈尔这样的政客继续担任领袖，共和党将永远不会得到尊重。
之后啊，老麦强硬拒绝董王施压，坚决支持了拜登的万亿基建法案、援助乌克兰法案。其实啊，倒也合理，难不成你个前总统还能重新上台？不会吧？不会吧？不出意外的话，老麦将是制衡董王的劲敌。结果没多久，意外就来了。2024年2月，麦克奈尔的小姨子在德州一牧场和朋友度假时呢，不知为何半夜独自开车出门，结果半路把前进档错挂成了倒车档，车辆不慎坠入池塘身亡。此案可谓疑点重重。车祸后，他曾打给朋友告别，通话记录持续8分钟。其他朋友得知消息后，迅速报警求助，但由于道路崎岖，急救队不得不弃车徒步，接近24分钟才抵达。问题来了，人也是开车去的呀。到现场后急救队又发现车窗是夹层玻璃，加上位于水下，根本打不开。折腾了几小时后，才把人弄上岸，当场宣布死亡。2月28日，麦克奈尔宣布将于11月辞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原因未知，但他在其他场合提了句妻妹之死促使他反省。仅仅1天后，德州警长办公室宣布对案件启动刑事调查。此时距事故发生过了半个多月，至于检出了啥呢？大约酒驾，死者生前血液酒精浓度超标了3倍。而2月16日，警方刚宣布初步调查结果是意外，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同样的剧情曾出现在好莱坞惊悚大片《国家公敌》。至此挡在董王前面的大山又少一座。后来坊间有诗一首：米国风光，千里翻红，万里江遥。望密河内外集会攘攘，国会上下口水滔滔。山呼自由，海望民主，妈嘎呼声震天高。须定日，看赤旗插遍，分外妖娆。权力如此多娇，引无数政客竞折腰。昔睡宗拜登，略显老态；副统哈姐，笑声风骚。国会党魁麦克奈尔至亲遇难，性命抛。俱往矣，恕总统重担，董王来挑。要说真正让董王攘外安内一把抓，收编盟友镇妈嘎的关键人物，还得美利坚假南风佩洛西。2022年，共和党建制派领袖的麦卡锡出任众议院议长。这哥们儿曾是董王的坚定盟友。国会山骚乱后，他还带头投票反对在2个州内承认拜登胜选，之后明确反对弹劾特朗普，并呼吁党内团结。但是呢，2023年眼瞅着拜登政府因为预算法案被众议院卡住要关门，在限期前1天，站在国家大局的小麦又帮助民主党通过了拨款法案。这事儿众议院的妈嘎派大怒，正所谓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啊？身为共和党领袖，怎么能跟民主党妥协呢？必须出重拳弹劾。按说此时妈嘎是少数，董王呢则刚拍了监狱大头照，况且麦卡锡刚向民主党伸出友谊之手，佩洛西也答应投桃报李，真可谓优势在我啊。也不知道麦卡锡的示好是不是没送到佩洛西的心趴上弹劾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民主党全票通过弹劾，加上8名妈嘎，成功让小麦荣升美国首位被投票赶下台的议长。坐视麦卡锡丢掉议长的佩洛西开心极了。但这次被刺之后建制派断绝了与民主党媾和的指望，只剩下2个选项：支持董王或者全力支持董王。随后对董王无限忠诚的铁血妈嘎麦克约翰逊加冕议长。总之去世的去世，辞职的辞职，罢免的罢免，加上对手助攻，董王成功一统共和党。那镇极共和、大权在握的董王将如何改造美国呢？想必大家听老3样：降通胀、加关税、去移民，都听出茧子了。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有没有点新东西呢？有的，推荐大家看看这份2025计划。计划由美国极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导，具体制定人呢，则是董王的老熟人，项目主管保罗丹斯是董王的挚爱亲朋兼人事管理局幕僚长，还有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前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等100多位董王 1.0 时代的高官。甚至起草共和党新政纲的主编拉斯沃特和埃德马丁也兼职了这份计划。2024年7月的首次竞选集会上，哈里斯曾搬出计划痛批董王，这是一份让美国重返黑暗过去的计划，引起轩然大波。
比较有趣的是随后董王宣布划清界限，声称不知道谁是幕后推手。随后项目主管保罗丹斯紧接着就辞职，并离开了传统基金会。至于已经下台的前老板为何又如此威力，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啊。那这份计划到底有啥劲爆内容呢？挑几个重点介绍下。首先，扩大总统权力，取消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独立性，将其置于总统的直接控制下，以便简化总统决策过程。用咱们的话说，中央集权啊。另外还要撤销教育部，取消环境保护署，废除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并将数千个联邦雇员重新分类，以便总统能更容易解雇和任命。同时还要对员工进行忠诚度测试。听起来处处与美利坚的立身之本三权分立相悖，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可能呢？还真可能。11月12日，特朗普已经宣布由马斯克和企业家韦韦克共同领导成立政府效率部，主要职责就是拆解政府官僚机构，削减多余监管法规和浪费的开支，并重组联邦机构。至于怎么重组、拆解哪个什么监管法规是多余的，你猜由谁决定？什么国会不批？目前众议院议长是董王的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即将辞职，但董王已经发推宣告，无论哪个共和党人想竞争这一岗位，都必须同意改变规则，允许总统绕过传统参议院对内阁投票批准的流程，在休会期间直接任命内阁。为了获得董王的支持，3位想进步的候选人都表示100%同意。至于解雇联邦雇员，更是董王的杰作。早在2020年，董王就御笔朱批了个 F 计划，一旦联邦雇员被划归此类，将意味着从铁饭碗变外包拜登上台后被取消。经济方面，除了削减企业税、终止碳减排计划，还要整肃美联储。巧的是，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最近发帖呼吁，美联储应该在总统指挥下运作。马斯克回了个100的表情符号。而董王曾多次提到上台后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0月接受采访时又表示，重返白宫后将在美联储寻求更大影响力。他认为总统有权告诉美联储该怎么做。插一句上个想动美联储的叫尼克松，再上一个是勒宗。教育方面，撤销教育部，终止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计划，从一切联邦法规中删除性取向、性别平等、堕胎和生殖权利等术语，还要禁止色情内容，某黄黑色网站控成最大输家。另外，2025计划还提到拆除国土安全部，与其他机构的移民执法部门合并，建立规模更大、更强大的边境警务行动，增加修建边境墙的资金。目前董王已经钦点前 ICE 代理局长霍曼担任边境沙皇，他也是2025项目起草人之一。科普下，这哥们儿1984年开始从事边境执法，2017年代理 ICE 局长期间，更是直接派人在学校、教堂门口蹲守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抓完家长立即拘留或驱逐，孩子丢一边，因为下手太狠，又被媒体称之为家庭分裂之父。当被主持人问到有没有办法避免驱逐过程中导致骨肉分离，霍曼的经典语录是：当然有，全家可以一起驱逐不仅如此，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曾在2016年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中任职。他曾说，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将特朗普主义在共和党制度化。此处我有一联，上联两院在握，共和党内大道宽阔；下联三权一统，国会山外钟声汹涌。整个2025计划和阿根廷米莱的改革一样天马行空，看下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无论是上届董王的高官，以及即将新政府的官员参与，又或是董王还未上任就传出的退出巴黎协定、清洗联邦雇员、试图越过国会任命内阁，以及解密政府档案、铲除不法分子、实施移民驱逐计划等写入共和党新政纲的雷同条款，又让这个计划处处透着特朗普的影子。11月12日，特朗普提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这哥们儿是个北约怀疑论者，反觉醒派。好消息是他当过兵，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坏消息是只是个少校。5星上将詹姆斯下士成功照进现实。
一同荣升的还有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出任 CIA 局长，从没经历过边境危机的州长诺姆担任国土安全部长。这仨最大共同点是对董王极其忠诚。其他已经公布的新政府人员基本全是铁血玛嘎。而根据《纽约时报》消息，目前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海湖庄园闭门筹备新政府，忠诚度是重要参考指标。另外，董王 1.0 时代破纪录的提名了3位最高法院法官，让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自由派从5-4变成了6-3，属于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行政、立法、司法一体。只要董王想，他还真能让2025计划实施，但代价呢，可能会是更大波澜，也可能是一颗子弹。2024年11月10日，纽约市爆发反特朗普游行，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打着保护我们的未来的旗号走上街头。西雅图、匹兹堡、波特兰陆续跟进，首都华盛顿则爆发了妇女大游行。到底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在下坡路上一脚油门，只能交给时间来验证了。